这是一部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，人和熊之间不一定非要你死我活，有时他们也能够成为朋友。1885年，美国的落基山脉深处生活着一对母子，母熊正在掏洞穴里的蜂巢，群蜂飞舞，嗡嗡而鸣，这让母熊有些吃瘪。小熊则在一旁的岩石上开心地玩耍，母熊费尽心力，终于掏出了一块蜂巢，它用舌头将蜂蜜喂给小熊。这是小熊第一次品尝到蜂蜜的味道，你舔我的嘴，我舔你的嘴，一点也不浪费。母熊继续扒拉着泥土，试图找到更深处的蜂巢。庞大的身躯，强大的力量，让上方的岩石开始松动，危险即将发生。母子俩却浑然不知，松垮的岩石从头顶滑落，将母熊死死压在了底下，头还在洞内。小熊不知所措，他还不知道母亲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。小熊试图挖开石头，但他的力量是如此渺小，终究还是徒劳。累了，小熊趴在妈妈粗壮的手臂上睡着了。黑夜过去，黎明来临，小熊啾啾而鸣，回头望望一动不动的母亲，茫然地跑下山坡，走路不稳，翻滚而落，受到了一阵惊吓。他也不知道该去哪里，一路茫然地追逐。咕咕叫的青蛙吸引了小熊的注意，他一路追赶青蛙，却不慎掉到了水里。小熊吓破了胆，赶忙爬上岸，抖干净身上的水珠。没有妈妈的呵护，他连一只青蛙都捕食不到。转眼又到了夜晚，小熊独自趴在岩石上睡着了。他做了个噩梦，梦到无数只青蛙张牙舞爪向他扑了过来。远处丛林里有一处篝火，一对猎人父子正在清点着自己的战利品。父亲在熟练地切割熊皮，儿子汤姆则在一旁组装着枪械。树干上拴着3匹马，汤姆将枪口对准了天空中的月亮。他也想成为像父亲一样优秀的猎手。休息一晚后，父子俩出发了。很快，他们便发现了一只大棕熊的脚印。据父亲估算，这头熊应该有1500斤。就在脚印的不远处，还留着棕熊的粪便，粪便很新鲜，应该是1小时之前留下的。此时被追踪的公熊正在丛林里大快朵颐，吃饱喝足后，公熊在树上蹭来蹭去，手短的它们只能靠这种方式挠痒痒。父子俩沿着脚印一路追去，在望远镜里看到了摇晃的树木，锁定了公熊的位置。他们绑好马匹后，拿起猎枪，准备击杀这头公熊。公熊还不知道危险即将来临，照常巡视着自己的领地。汤姆在下风口的地方找到了一个好位置，这里能够看到公熊的全貌。汤姆端好猎枪，瞄准射击，子弹击中了公熊的左臂，鲜血涌出，受惊的他立刻跑没了身影。父亲责怪汤姆太心急了，没有等他到位就擅自开枪。心急的汤姆用望远镜搜寻着公熊的踪迹。这时山谷里传来马的悲鸣，两人急忙跑去查看，却发现一匹马下瘫在树底下站不起来，另一匹马已经被开膛破肚，眼睛往外淌着泪水，第3匹马则躲在山涧死角里，恐惧万分，躯体上有伤。毫无疑问，这是公熊的蓄意报复。汤姆试图安抚马儿的情绪，但马匹的挣扎让汤姆的脚卡在岩石中间。汤姆一瘸一拐地回到了父亲身边，这是他们父子俩第一次在公熊身上吃瘪。汤姆恼火不已，对着山谷咆哮，发誓一定要杀死那头熊。失去一条前肢的大公熊只能通过3条腿艰难地行走，他的身体已经被鲜血染红。山坡上的小熊发现了公熊，惊喜交加，啾啾叫着跑过去，公熊却龇牙咧嘴，向小熊咆哮恐吓，不让接近。也许受伤的他已经对任何动物都失去了信任。小熊吓得赶紧躲藏起来，又探头张望公熊，啾啾叫着，想靠近他又不敢，战战兢兢地尾随着他。失血过多的公熊在一处泥水洼地里躺下来，把伤口浸泡在泥水里，减轻痛苦，疗养伤口。小熊有过湍急的河流，找到了公熊的所在，他悄悄地靠近公熊，用舌头舔舐着他身上的伤口。逐渐的，公熊暴躁的情绪稳定了下来。熊的唾液不仅可以消毒，还能够帮助伤口快速愈合。公熊感受到了小熊的善意，他也回头用舌头舔了舔小熊，对他表示感谢。另一边，猎人父亲打算去镇上搬救兵，因为只有1匹马能行动，所以汤姆被留了下来。晚上的丛林里传来各种各样的怪叫，汤姆惊恐万分，他用枪声驱散恐惧。而此时的公熊正带着小熊捕食着蛙鱼，1条、2条、3条都给了小熊，第4条才自己吃。有经验丰富的公熊照顾，小熊总算吃喝不愁。白天，公熊教导小熊如何捕猎，4只野鹿出现了，大公熊埋伏起来，小熊也跟着趴着不动。大公熊狂奔而起，小熊也一路紧追，他们杀死了1只野鹿。小熊第一次尝到了鹿肉的味道，吃饱后，他满足地依偎在公熊的手臂上睡着了。梦里，他又看见了妈妈，他和妈妈舔舐着蜂蜜。此时的汤姆正在改造着自己的弹头，他用刀在弹头上刻下10字。
这种弹头的威力瞬间就可以打烂树木。汤姆此时内心充满了仇恨，他只想要一雪前耻。白天，公熊带着小熊漫山遍野的闲逛。没过多久，对面来了一头母熊，母熊在地上撒泼打滚，满是求爱时的姿态。公熊则摇晃着树木，向母熊展示自己的雄性力量。小熊看到这一幕后，也有模有样的学了起来，可憨态可掬的模样让人忍俊不禁。母熊对公熊很满意，对着公熊搔首弄姿，一甩头，两头熊迈进了小树林，完成了生命的大和谐。好奇的小熊趴在树根上傻看了一会儿，未成年的他还不知道其中的乐趣，默默然走开了。他来到一处草丛中玩耍，见到一大片漂亮的蘑菇，开心地吃了起来。但经验不足的他不知道这种红色蘑菇是有毒的，他只感觉天旋地转，周围的景象全都变了颜色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小熊才从幻觉中醒来。此时的公熊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，吃干抹净的他连个招呼也不打，就心满意足地离开了。渣熊啊！山谷里下起大雨，小熊猛然翻起身来，跑去寻找大公熊。山的另一头，汤姆父亲带来的救兵到了，叔叔领着一大群猎狗漫山遍野地寻找公熊的踪迹。公熊好像也预感到了什么，时不时的就会双脚站立查看情况。很快，猎狗嗅到了公熊的味道，公熊爬上了陡峭的山坡，但小熊却爬不上去，它只能躲进一个狭小的山洞里。为了保护小熊，公熊挡住了洞口，跟猎狗们展开了搏杀。猎狗跳跃进攻，咬住公熊的身躯，公熊挥动大掌，把几只猎狗打落山崖。尾随而至的汤姆瞄准了公熊，但叔叔却担心会打中那些猎狗，两人必须靠得更近一点。最终，公熊逃跑了，只留下小熊在山洞里瑟瑟发抖。叔叔的几条猎狗死的死，伤的伤，眼看已经活不成了。为了减轻他们的痛苦，叔叔忍痛开了枪。二人垂头丧气往回走，小熊以为敌人已经走远，跑出来。猎人听见了小熊的叫声，不觉乐了。叔叔用大衣蒙住小熊的头，将它抓回了营地。小熊被拴在路边，他对周围的一切都很好奇，尤其是身边的这匹高头大马。小熊从来都没有见过这种生物，马也惊恐地瞪着小熊。两个猎人觉得挺有趣，逗着小熊。突然，丛林里传来声响，猎人们拿枪警戒。胆小的小熊没命似的往树顶上爬，原来是几只猎狗回来了，它们身上都受了伤。在叔叔的命令下，这些不安分的猎狗才逐渐安静下来。山谷一片寂静，只有篝火闪耀。公熊在营地外徘徊，他在寻找着解救小熊的机会。树梢上的小熊往下看，发现了带着头颅的熊皮。等到所有猎人都睡着后，小熊才敢从树上下来，开心地跑向那熟睡了的大熊。可快要接近的时候，脖子上的绳索阻住了他，小熊咬断了绳子。第二天一早，汤姆竟然发现小熊不见了。突然，他听到一阵鼾声，不觉又乐了。小熊正趴在那只大熊身边呼呼大睡。汤姆用盘子里的奶酪逗着小熊，小熊只管要吃，毫不在乎猎人们的取乐。远处山坡上，大公熊看着这一幕。早餐过后，叔叔和父亲兵分两路，决定伏击公熊，而汤姆则坐在高处，用望远镜观察着山下的动静。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公熊的注视之下。正午时分，气温炎热无比，汤姆的水喝光了，他不得不来到山泉处打水。就在他聚焦于面前的泉水时，公熊出现在他身后。汤姆慌得一批，没有武器的他只能逃跑。可这里是悬崖峭壁，汤姆根本逃不掉。眼见公熊越逼越近，汤姆只能抄起石头防身。然而他的这种行为只是一种自我安慰，石头根本不能造成伤害。公熊扬起地上的尘土，向他怒吼咆哮。汤姆蹲在地上站立不安，双手抱头，不敢看眼前的一切，只有向公熊求饶：不要杀我，不要杀我。公熊似乎听懂了人话，咆哮了几声后转头离开了。劫后余生的汤姆飞快地跑出来，捡起猎枪，对准了公熊的背影。但是临了，他犹豫了，没有开枪，而是对他大喊一声：你快跑啊！然后向天空开了2枪，以此来吓跑公熊。这时叔叔赶到，汤姆说：我打中他了，他掉下山崖了。可公熊却迟迟没有走远。叔叔发现了山坡上走动的公熊，抬枪瞄准。关键时刻，汤姆按下叔叔的枪管，一脸肃静。现在的他已经不想报仇了。公熊放了他一马，如果这时候开枪，那不就是连畜生都不如了吗？捕猎行动失败后，3个猎人收拾好东西，准备打道回府。汤姆也松开了小熊的绳子，对他说：你自由了。几人没走多远，小熊就跟了上来。汤姆骑马驱赶着小熊。对于小熊来说，森林才是他的家。小熊在山坡上远远地看着汤姆离去的背影，站立晃动着熊掌，仿佛在和汤姆告别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小熊一直在独自流浪。没过多久，一只成年美洲狮就盯上了他，小熊落荒而逃。但美洲狮可不会轻易放过猎物，
前面山涧上横着一棵枯树，树干尽头离对岸仍有几米距离。小熊颤颤巍巍爬上去，美洲狮紧随而至，小熊进退两难，吓得啾啾叫。突然树杈断了，小熊掉进涧流，被波浪卷翻而下。美洲狮亦步亦趋不放弃，小熊爬上枯树枝，顺着水流一路往下，美洲狮一路尾随，在下游的一颗石头边等待着美味的到来。小熊眼睁睁地看着手中抱着的树枝流向美洲狮，退无可退的他果断丢掉树枝，但还是冲到了美洲狮面前。现在的他只能靠自己的力量来对抗敌人，他奋力地吼叫着，美洲狮居然害怕了，因为在小熊身后出现了一只大熊，正在仰天长啸。美洲狮狼狈地逃离了河岸，当小熊回头时，他看到了公熊的身影，迫不及待地跑了过去。公熊则温柔地帮他舔舐着伤口。随着第一片雪花的掉落，冬季也即将到来。小熊跟随公熊进入一处舒适的洞穴冬眠，小熊抱着大熊掌舔舔，意味着进入了梦乡。远山叠嶂，白雪皑皑，这个冬天他再也不会孤单寂寞了。影片《紫熊的故事》改编自1885年发生在美国落基山脉中人与熊之间的真实故事。影片再次证明了人与自然界其他生命要和谐相处的深刻命题。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，只有人类从自身做起，爱护动物，呵护每一个生命，人类才会得到回报。本期的故事就到这里了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